革命！意料之中的进攻如期而至，萧少白有备而来，雷武龙枕戈待旦。只是这次，敌在暗，我在明。队长，中央军！可以说，这是小分队重渡湘江以来，雷武龙等人将要面对的最大规模的攻防战，与此前的灵活穿插游击战术有着天壤之别。能打呀！耀武，你准备怎么打？怎么打？你来指挥，我给你当传令兵。说什么呢？团长和黄木生都在这儿呢。革命军人，服从革命吧。他呀是假谦虚，你不让他指挥他干吗？那行，那我今天当一回军长。来吧。包围布置完毕，上面看着很幽静。护卫军在上面有多少人？200多人。200多人，让10几个共军控制了。我说的控制是我那个弟弟啊，他跟共军串通一气了，所以就给控制了。你说什么？你就说你那个当军长的弟弟跟共军站在一起了？对，那小子跟我掰了。掰了啊？那就是说200多人的护卫队也跟共军站在一起了？应该可以这么来理解。你他妈是忽悠老子来帮你解放十一洞来了啊？不是，肖队长，你们不是要抓共军吗？这不都赶一块儿了吗？我来问你，山上有工事吧？有。武器多吗？还行。上去容易吗？容易。不容易。到底是容易还是不容易？反正去年几百人那个保安队，攻了2天，没攻下来。2天都没攻下来？不用跟他啰嗦了。妈的，保安队算什么？1天之内给我拿下十一洞，全歼护卫军，消灭共军。方连长到，你带一个排冲上去。白营长到，让炮兵准备好，如果发现伏击目标，立刻开炮。是。小队长，咱们还是先谈谈虚实再说吧。啊，先礼后兵嘛。想从这儿到山寨进十一洞，只有这一条路，咱们要守住了，他们想上来真不容易。带上去，走。有了。好，说。耀武啊，我是耀文。何耀文？你在吗？他怎么下去了？这山上还有其他路下去吗？没有啊，就这一条路。军长，可能是我们疏忽了，他是跟我们一起下山的，后来就没再上来。你说我耀武啊，我是耀文，你在吗？你在吗？他们是想先礼后兵试探我们的，是不是试探都一样？我在。你有什么遗言就说吧。耀武啊，我的兄弟啊，你我俩之间的事儿，总归是可以说清楚。我们不能被外人利用啊，不能因为外人把我们苦心经营的十一洞给毁了。中央军的肖队长，好几百人已经把所有路径都给封锁了，就是插翅也难逃啊。中央军的肖队长说了，只要你把那帮共军押解下山，还是按先前说的，不动我们十一洞一草一木，
保证我们武器装备。耀武啊，你好好想想。但是你要不这样做，那一定是大难临头啊！他们可不是去年的保安队啊，他们可是有炮的呀！坐来。兄弟，为了一帮共军毁掉我们的前程，那不值啊！耀武啊，我求你了！这样，我把爹的宝石要给你，啊！我是个不孝的人，我没资格领受这份财产，啊！我给你啊，我都给你。何耀文，你已经不是何家的人了，你没资格和我说话。你不用趴下呀。别多说话，准备好。等会儿，营长让你先瞄准下面。哎，早都瞄准好了。听到枪响再开炮。明白。你叫那个肖什么白，有种让他跟我说。我叫肖什么白，这不是诚心吗？哎，小白，你干什么？你干什么？他们叫我过去跟他们说话。这样去很危险的。我肖少白怕过危险吗？啊？我告诉你，他们这是在跟我叫板，我必须得过去。白营长，哎，让炮兵准备对准山头。是。这小子还真是经不起激将啊，还真来了。山上是何耀武将军吧？我就是你说的那个肖什么白。你现在这是要跟我叫板，我必须要出来跟你应对。说吧，你有什么条件？我的条件就是撤走你的部队。好，我答应你的条件。不过，你得把我要的共军给我押解到我面前，我就放过你的10余洞。这不可能，那我也不可能，那就别废话，你打吧。那我就拿你哥哥的脑袋祭旗，然后踏平10余洞。所有人，撤出一线阵地，到坡上小洞里面隐蔽起来，快！快！撤！哎，小雨啊，他不怕你这手，本来他就要杀我的。你们何家也够邪乎的，自己的亲生兄弟都杀。但你不能杀我，为什么？你们想攻下10余洞很难，但是我有办法让你们轻而易举掏他们心窝子。什么办法？你保证不能杀我？我不杀你。你保证？我保证不杀你。小队长，射击！放弹！跳击！撤！快撤！
战略。看上了，开打了！老火那一炮，估计给那个萧少白给端了。炮击减弱。是。炮击弹射，我跑！快这边！快！给人将军！快！石鱼洞一战，并未记入史料或成为经典战例，但其惨烈程度足以让幸存者在多年之后依旧刻骨铭心。萧少白的癫狂冷血和雷武龙等人的睿智沉稳，在枪炮的伴奏下轮番上演。兔崽子！左侧身上可以开火了，快！进攻受阻，部队停滞在半山腰。继续炮击。是。炮击！炮击！继续炮击！少白，我已经电报张一手，让他派几门山炮来增援咱们。告诉他副统在这儿，他准来。告诉了，他已经回电了，支援部队马上就出发了。司令，3门山炮已经准备完毕了。哦。哎，你看，这张皮的制工还是比较少见的啊。还真是。哎，炮队随时可以出发了。不着急，反正共军跑不了，先让中央军打仗，他的消耗越大，求我的就越多。明白。哎，黄昏再出发。好的。哦，去曲尔山的一团出发了吗？已经出发了。我不管，你必须给我冲上去！占领不了石鱼洞，你也不用回来了。小白啊，还是等张西寿的炮来，然后咱们再进攻吧。反正已经围上了。张西寿的炮在哪儿呢？啊？张西寿的炮在哪儿呢？我怎么看不见啊？他说是已经出来了，这马拉着炮，他走得慢。咱们反正已经围上了啊！现在天快黑了，天已经快黑了。如果天黑以后共军趁着天黑跑了，怎么办啊？你给我负责吗？我告诉你，命令下去，立即给我炮击，炮击不停，冲锋不止。少白呀，刚才已经有士兵被我们自己的炮打着了，这已经损失了30多个人，再这样进攻下去，那一定要在炮击停止前登上他们的阵地。快去执行啊！是。放炮！快，炮击！炮击！快，我冲！快点！快，我冲！快！小白啊，小白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再炸，把人又给炸回来了。我炸！
停止炮击！停止炮击！停止炮击！快冲！快！雷营长，他们进入阵地了，往前打！好嘞，来吧，来，兔崽子！快往前！再来！放！让他们冲过去了，往破口打！来呗，500，再来，8！炮击！马上炮击！队长，队长，炮弹没了，没有炮弹了。炮弹没了。炮弹为什么没了？这炮弹为什么没了？就没了，真没了。萧少白的确是心有不甘，苦追多日，几番失而复得。眼下的战斗已经无关他对 CC 系的一厢情愿，他要复仇，他要雪耻，他要用鲜血来弥补他受挫的自尊。哎，老兵，军长，你这个迫击炮打得真不赖，有板有眼的，都在关键时刻啊！那你把那炮送给俺们，没问题啊，送你了。没开玩笑，没开玩笑，连弹药全给你。谢谢谢谢。天快黑了，晚上防御没问题吧？放心吧，没问题。要说进攻，晚上他们更别想。你站起来，给他报答一下。哎，来个兄弟，你报一下。好，卑职是搜索大队特务连连长方伯乾。你再审他一下。把他带进去。走了。肖队长，贵军3旅的山炮到了。几门啊？3门。真他妈小气。先把炮放在那儿，明天早上再确定炮位。好。哎，伤亡情况怎么样？一共伤亡了有40多人，还有20多个上去了没下来。特务连的方连长也没下来。
我们是剿总直属特务连的，前日刚刚入贵编入搜救部队的。有贵军部队和你们配合吗？贵军40师有一个团在外围协防和提供少量的山炮，主要的营救任务还是由我们中央军来完成的。为什么没有使用山炮？可能是还没有到达吧。彪武，带他到后边吃点东西。是。谢谢。哎呀，那娘啊！这山炮的攻击力是迫击炮的10倍呀！啊！是啊。耀武，如果他们明天真的进行山炮攻击的话，你的防御工事恐怕会……实在不行，咱们就退守石峪洞。他们的炮的威力应该打不垮这洞。而且，我这洞里的武器弹药还有粮食，够咱们吃1个月的。他们今天损伤也不小，等他们打累了，咱们趁着黑天突围下去。这么耗着不是个办法，只会对敌人更有利。利用石峪洞坚守，也得有个时限。我觉得现在啊，只有一条路可走，就是找机会趁着天黑突围下山。如果是晚了，越到后面，山下的攻势就一天比一天坚固，一天比一天完整。我们只有在他们还没有站稳脚跟的情况下，才可以。还有下山的路吗？没有现成的路了，只有开辟新路才能突围了。多几条路的准备是必要的。各位，小花，陈先生有话要说。是的。虽然我是你们的俘虏，但是随你们一路奔波，从某种意义上说，我们是同命相连。所以我有几句话想说，不知道有没有这个资格。你当然有资格，请说。现在的形势已经演变成，我同你们一样是中央军围剿的对象。确切的说，是萧少白想置于死地的对象。事已至此，我很尴尬我的处境。贵军要劫持我，萧少白要除掉我，你们要策反我，我党 CC 系要取代我。在入贵之前，我真的没有想到，我陈俊元居然是如此的重要。的确是这样，不过各自的目的不同。好了，不感慨了，说现实的。如今被困石峪洞，形势非常的严峻。正如谭长官分析所言，据守山寨是有时限的。如果他们围上1个月，这里就会弹尽粮绝。夜间突围谈何容易？1个晚上的部队调动，就会把黄鱼落马沟围得个严严实实。即使侥幸突围成功，外围的贵军防线也很难逾越。到时候前有堵截，后有追兵，没有了洞穴的天然屏障，困难重重，可想而知啊。那陈先生，你有何见教？现在只有一条路可以走，谈判。萧少白不会跟你谈判，你已经不是他谈判的筹码，他要的是权奸。是，对于萧少白来说是这样，但是置我于死地，并非党国意志，只是萧少白和 CC 系的人。这么大动静的进攻，不可能不惊动贵系上层和南京政府。提出谈判只是缓兵之计，最起码可以做到暂缓进攻，为真正要营救我的人争取赶来的时间。不管是楚正平还是王占兵，只有他们到了，这才称其为真正的谈判。那跟他们谈判条件是什么？交出我
换取诸位的安全，这一点我可以保证。那我们前段时间折腾那么多日子，不是白抓你了吧？你想得美！不谈判的结果也可能是白抓了我，而诸位是陪着死。我的建议可能是最好的结果。我的话说完了，请给我找个地方休息一下，也方便你们研究。耀武，陈先生，跟我走吧。开始了。行。老李呢？司令，山炮已经抵达黄玉漏马沟了。好，肖少白要用，也只能是明天了。今天他的人消耗了不少吧？不是很清楚。炮兵去的时候，战斗停止了，据说有不少的尸体和伤员。那是一定的。他要如果嫌3门炮不够，我还可以支援他。不过先得把条件讲好了，咱们呢，一点一点的给，既不让他饿着，也不能让他一次吃饱了。明白。哦，对了，傅彤在山上的事儿，你可以跟师傅报一下，让王占斌知道，他的心腹现在已经是共军的一员了。好，我马上去报。傅彤投共军啦？他又不好找王占斌，你还能让他不投共军呢？哎，该谁了？我呀。哟，这下有的好看了。走着。糊了。傅彤跟共军搅在一起了。我想，张希寿也是听肖少白说的，没有亲眼见到。你觉得傅彤会跟共军为伍吗？这个，我还真想象不出。不过人嘛，在被逼无奈的时候，做出一些难以想象的事情，也是情有可原的。怎么讲？我不知当不当讲。当然可以讲啊，快说。是。谁都知道傅彤是您的爱将，他也知行知恩图报，为您效劳。可是，在危难的时刻，如果您这棵大树无法替他遮风挡雨，那他只能出走。成了通缉对象不来找您，是怕给您添麻烦。可人在危难的时刻，如果有人稍微给他点温暖，哪怕是滴水之恩，即便是共军，也有可能涌泉相报。所以，傅彤是有可能跟共军在一起的。当然，也不排除有人憎恨而恶意编造。张希寿恨傅彤，肖少白也恨傅彤，这2个人的举报动机，就非常值得怀疑。就拿张希寿来说吧，他在没有得到亲自证实的情况下，就给您发这个电文，他什么意思？他在解除傅彤职务的时候，没有向您通报，就先斩后奏，这又是什么意思？显然是想让您下不来台呀。真要感谢何耀武啊，他这儿竟然有部电台。你们刚才在洞外，我跟总部联系上了，总部指示，如果万不得已，可以放弃陈君言，但是南京给桂系部署的围剿计划和相关文件必须带回。
所有的文件我都已经看过了，对我们至关重要。放弃陈俊言，我实在是不甘心。为了他，我们都牺牲那么多同志了。说实话，我也不甘心。陈俊言显然比那些文件更重要，而且策反他是有希望的，只是需要时间。他提出的缓兵之计，是为了给楚成平时间来解救他。我们要利用这个缓兵时间来争取他。如果争取成功，那即便最后真的和平解决，他离开了我们，但思想基础已经打下，以后我们还是有机会让他投诚的。好吧，就这么先试着吧。既然是缓兵之计，我还是想利用一下这个缓兵的时间，好好寻找一下突围下山的路径。我已经想好几个方向了。对，多条路的准备是必要的。谭先生，如果萧少白不给我们这个缓兵之计的机会呢？我这2天跟他打过交道，此人完全是个没有人性的疯子，根本不会和你理智的对话。他一定会封锁这儿的消息，不让外界知道。即便楚正平或是王占斌知道了，他也一定会赶在他们之前对我们下手。不出意外，明天一早，他就会对石峪洞实施山炮攻击。是的，他一定会这么做的。师座，卑职胡乱分析。不，分析的有道理。这2种可能性都存在啊。如果傅彤的确是走投无路、被逼无奈，即便参与共军之中，我也可以理解。至于这个张希寿嘛，这哪是向我报告啊？他只是在告诉我，我的心腹是共军，别跟他较劲儿。他就会搞这种把戏。不过，现在我还真想证实一下，傅彤是不是在石峪洞。谭先生，我们可以尽快和王占斌联系上。这儿不是有电台吗？我知道事部密码，就以陈俊元的身份给王占斌发报，告知他在石峪洞，提出营救要求。那这个王占斌会对陈俊元感兴趣吗？你们在陈俊元身上收缴的文件属于机密，我不便知晓。但是我想问一下，其中是否有一封给王占斌的私人信件？有，我看了，是蒋介石给王占斌的亲笔信。这就对了。王占斌给全师下达过命令，只要抓到你们和找到陈俊言，不得交给中央军，务必连同陈俊言随身的所有文件一并送交师部，由他亲自过问。我明白了，他是不想让这封信落在别人手里。还有那个陈俊言，是不是还活在共军当中？尤其是伪作的那封信，可不能落在萧少白手里啊！您说的太对了，更何况现在萧少白和张希寿混在一起，如果让张希寿看见那封信，那可大大的刺激了他的野心呢。师座，我们是不是应该有所动作呀？什么动作？卑职愿意带队以增援为名，参与其中。王占斌亲自打电话叮嘱过我，对他来说，人都是次要的，重要的是这封信，一定要想办法拿到手。蒋介石的这封信里，除了叙旧，主要是希望王占斌对南京有所作为。这样的一封信，要是落在了白崇禧手里，他王占斌就会有口难辩，彻底失掉白崇禧的信任。所以他非常想拿到这封信。对。
楚正平怎么样？明天早晨回灵陵。好，太好了，我们就把共军被困石峪洞的消息告诉他，想办法让他去督战，你陪他去，这样才顺理成章。明白。大哥，进来。楚参谋长求见。赶快呀！是，走。真及时啊！楚正平如果知道陈俊言就在石峪洞，他一定会亲自来督战。他和陈俊言亲如兄弟，为确保陈俊言的安全，他一定会制止萧少白的这种进攻行为。景贤，给王占兵发报吧。好，跟我来吧。舒长官，三斌兄啊，我来向你告辞啊。告辞？嗯，去哪儿？回零陵总部。回零陵？对。事情都解决了？解决事情已经用不着我了，有人抢着去做这件事。哎，也好，我呀倒落个清闲。杜道范，咱们不说这个。哎，我说老兄，我可是来向你讨口酒喝。什么话呀！你要走，本该我为你饯行。有为，马上安排。是。来坐。哎呀，你这说走就走啊！你是真的不管陈俊言了？我倒是想管他。哎，我要知道他在哪儿，我可以用我自己的命去换他。陈俊言人在哪？你不知道？哎呀，我现在一个光杆司令，我怎么会知道啊？你的意思是，萧少白已经把劫持陈俊言的共军围困在了石峪洞。石峪洞？张锡寿来电啊，今天下午2点，萧少白在石峪洞发现了劫持陈俊言的共军，展开了激战，现在把他们都围住了。那他有没有说陈俊言在不在共军当中啊？应该有吧。哎呀，攻打了一下午也没打下来，正僵持着呢。这边上不去，那边下不来。我还以为你知道呢。不行，我得去，我得赶去。哎，你不吃饭了？哎呀，还吃什么饭呢？我得防着这萧少白下黑手啊！去晚了，俊言性命难保。哎，你听我说，楚长官，请留步。师座，刚刚收到一封陌生电台的来电，落款是陈俊言。萧部攻击石峪洞，我危在旦夕，请速转告楚正平将军。陈俊言，他哪来的电台啊？也许石峪洞有武装驻军、民团或是土匪。那他也不知道我们师部的联络方式啊！哎呀，那是陈俊言，他当然专家，对嘛？哎呀，哎，咱们还是得甄别一下真伪，万一要求对方提供陈俊言存在的真实依据。对，好，我去想办法。好，来。何以证明你是陈俊言？哦，就是你有没有什么是只有楚正平知道的？比如说什么胎记啊，什么东西的？啊，对对对，你们2个私底下互相知道的。楚正平要是不在，我说了王占兵也不知道啊。可以让王占兵转告楚正平啊。哎，就说转告楚正平，汀子桥河沟。对呀，汀子桥河沟。可以的，可以的。发报。是。
我怎么没想到呢？对方回电了，转告楚正平，汀泗桥河沟陈俊言。什么意思？是他，是他，是俊言。怎么呢？啊，他在汀泗桥的河沟救了我。显然，共军是想拿陈俊言作为交换他们性命安全的条件来谈判。而陈俊言知道萧少白是不会同意的，所以联系了咱们。我觉得可以同意。